昨天啊，党中央统战部给全国的主要民营企业家开了个座谈会。第一件事啊，还是宣示主权。老大呀，没事儿，没被软禁，没被政变，不要听海外那些媒体啊瞎说。更重要的一件事了，让大家清楚，不要再像宗庆后那样在海外设立家族信托了。如果有的话，你赶紧把钱给弄回来，否则的话呢，就有你好看了。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9号，开始我们今天的5件要闻。第一件事啊，还是中央给民营企业家开会了，哪些话是重点？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报道。因为最近啊，很多听友给我发私信留言说，有很多媒体啊，大 V 啊，说现在老习被架空了，张友侠把他给弄起来了，软禁了，现在只是演个戏。其实每次有这种谣言呢，我都不愿意去回应，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认知层面的事儿了。但是你明确一点，一个人如果真的被架空失去权利啊，他是不可能再抛头露面了。我们看新闻报道，新华每日电讯，北京7月18日，民营经济人事形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我们主要是听听他说了什么，重点都在这儿呢。李干杰表示，开展民营经济人士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听取民营人士意见建议，是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太绕口了，这个有利于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决策部署上来。李干杰希望民营企业人士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胸怀报国、一心谋发展什么守法善经营、先富错后富的嘱托，要站位两个大局，把握大势，切实增强发展定力和决心，厚植家国情怀，始终与党中央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和站在一起，激发创新精神带头因质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后边呢就没什么意思了。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两个确立，原来是党内要知道谁是大小王，现在民营经济你也得搞清楚。主要是呢，这些民营经济它有翻墙的这种手段，另外这些人也少不了出国，难免对某些这种大 V 给洗脑了。因为在海外什么讲什么老习被架空，我说大有人在。第二件事他提到了叫做厚植国家情怀。这国家情怀就你在我这挣了钱，你最好在这花。你像宗庆后那样的，在外边弄个信托，那哪行啊？你该弄得弄回来，至少你的企业还在国内吧。好，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全国约有80名民营经营人士参会，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主要同志做专题报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也说这里边有发改委的，也有商务部的，商务部主要是负责对外贸易的，所以说呢，给这些民营企业家也是上了个紧箍咒，外边有钱你赶紧弄回来当然了，也为有可能做的第二的公司合营打个铺垫。既然你想给党，他说的很清楚，叫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和干在一起。那大家一起干了，那你这个政府缺钱的时候，你不得接济一下吗？第二，我们聊一下这个中国它流行一个词儿叫无论你信不信反正是我信了。第一件事呢是天水的铅中毒事件今天的央视又定调了，因为这一段时间仍然是没有压住。那现在人家说了，确定就是那个厨师违规在网上买了色素干的这个事儿。网民不是反映当地有3家的这个铅企业吗？人家说了，这个企业没事没有排放，目的是什么呢？大家都不要再扯这件事了，上面是一锤定音，
而且撤了几个人呢？甘肃省疾控局的局长、党委书记啊，什么市委书记、副市长，还有下边的局长、区长，包括原来那个区委书记啊，都要进行问责。你看，我连正厅级都给你问责了，你全国老百姓够意思了啊！不要再追问了，再追问那就寻衅滋事了。第二件事呢，就是杭州那个粪水事件，人家今天官方也说了，这不是大便水跑到那池子里去了。而是说有些藻类啊，在天热的时候，它产生了那个腐化啊，所以闻起来比较臭。但是啊，有人就贴出来了，在6月份自来水厂的报告显示，大肠杆菌它已经严重超标了，都达到了那个4类水的标准了，因为2类才算合格嘛。你想一下，这大肠杆菌都超标2倍了，这跟大饭没关系吗？这跟藻类能不能产生大肠杆菌呢？所以中国有些事儿啊，它只要一锤定音，你不能质疑了，你再质疑啊，就有可能要寻衅滋事。好，我们走第3件事啊，国内的山东、河南啊，也包括东北区啊，我常说的那个3河4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最近流行一个事儿，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明显是吃饱撑的，他搞了一些那个叫暴走团，这个暴走团呐，穿着统一服装，踢着正步啊，然后系着红领巾，无论在马路上还是在人行道上，只要他队形一走，其他人呢没戏。我看到有好几个救护车呀，包括消防车呀，拉着警笛啊，人家照走他的步，照样踢正步，不紧不慢。这什么意思啊？他们实际在宣示自己的能力和存在。我现在有钱，你们年轻人啊找不着工作，哎，我有固定的养老金。现在他们要是重新找回来年轻的岁月，因为这些人呢也是被中共毁掉的一代啊，就是老去的那个文革那一代。其实啊，要治这个也简单，既然他这么愿意背着红领巾，愿意穿这个红军服，哎，那干脆就每年搞那预备役、阅阅兵啊，让他们试试，看看能不能挖战壕，一人挖50米战壕看看啊。如果这个他要是不想干的话，子女啊，你不是想打仗吗？穿军装没穿够是吧？有子女，不管男的女的啊，踊跃报名参军，每年征兵的时候，先给这些人的子孙来一波，你看这些人还踢不踢？第4个的啊，讲一下美国的事儿吧。这老川啊，前段时间发现马斯克他要组建美国党，他就想给这马斯克穿个小鞋儿，就是让这个那个部门叫什么？看了一下，叫美国总务管理局，简称 GSA。他就有一名副手啊，给国防部和 NASA 这2个部门发邮件，这个邮件被媒体获知了。他这个邮件就是说，你们统计一下和马斯克，尤其是那个 SpaceX 的发射合同，你们检查一下能不能找其他公司替代。他原话是说，这些被称为积分卡的表格包含了 SpaceX 的合同价值以及竞争对手是否能够有效地完成同样的工作。目的就是不让这合同啊，不让这个钱让马斯克赚了，其他人能不能干？但现在啊，结果是，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 NASA 都写了报告说，目前他的竞争对手无法完成马斯克的工作，所以现在啊，这小鞋你反正是穿不上了。第5件事，那个黄仁勋啊，继续向中国卖那个刺激版的芯片。现在《华尔街日报》啊已经爆出来料了，因为内部已经产生了分歧。这个交易派战胜了那些鹰派啊，文章是这么说的：川普政府科技游说正在驱逐反华的鹰派，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经历重大的调整。那些主张对北京实施严格管制的官员，正在被那些支持科技公司推向海外销售的官员所边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允许美国公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 芯片方面，优先顺序的变化尤为明显。今年4月份，川普本人就禁止中国购买这些芯片，并对北京征收了3位数的关税。据报道，现在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国务卿卢比奥在政府中获得了更多的地位，这也得益于总统从国家安全鹰派转化为
交易撮合者。白宫人工智能沙皇戴维·萨克斯曾批评出口限制，他主张给予科技公司更多的自由，他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这说的有点冠冕堂皇了，按照我的理解啊，这应该是两件事。第一个，现在的关税把国内的通胀其实是在提升的，而且在继续提升。如果总统你经济搞不好，你中期选举是没戏的。那现在就需要稀土电动车、人工智能机器人都需要稀土，而这个时候你不卖给中国这芯片，他就不给你这个出口稀土，所以他需要稀土，要把这经济拖起来。第二，卖芯片本身不是也能平衡贸易逆差吗？所以说你大量的买，只要技术我比你中国领先那么一步两步的就行了。至少是这2年呢，多卖点芯片，美国的经济也会多好点。你看他会认为这是我打击了中国的这个关税引起来的，然后呢，现在贸易逆差在降低了，一举两得吧。总而言之，对于川普来说，把经济搞好，现在可能是明年生命线的事儿，好吧？这5件事和大家分享结束了，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咱们这个不传谣信谣的小节目，每天和你分享，再见。